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的出身血统与门庭。王一博2010年签约乐华娱乐，韩国 YG 公司练习生培训，韩国顶级偶像摇篮翰林艺高毕业。2014年以 UNIQ 组合周艺轩、王一博、李问翰、金圣洙韩、曹承衍韩主领舞 rap 担当，门面担当出道，妥妥职业 idol， 可谓学院派。2014年10月 ，UNIQ 单曲《Falling in Love》首度参加打榜，此后春风十里。2015年尖叫2016爱奇艺之夜2016年度音乐大奖，酷音乐亚洲盛典年度内地最佳新人奖。2016年歌曲 EO 获美国 International K Music Awards 最佳编舞奖。然而，2016年横空出世的限韩令，限制了金圣洙与曹承衍在内娱的发展。韩籍成员回韩发展，组合舞台绝迹，失去舞台的 Dancer 小王只能另寻出路。2016年4月29日。他正式成为天天向上主持团小兄弟，从此开启了影视综艺生涯。偶像剧《人间至味是清欢》，仙侠剧《陈情令》，电竞剧《陪你到世界之巅》，武侠剧《有匪》，警匪剧《冰与火》，悬疑剧《风起洛阳》，建党100年献礼剧《理想照耀中国》，军事动作电影《维和防暴队》，空军类型片《长空之王》。文艺谍战电影《无名》，体育喜剧片《热烈》，超级文艺片《人鱼开机》。疫情期间视频行情升温，网红经济鹊起，从1线到18线明星都在流媒体春天奋力淘金，甚至豪门贵妇都带货刷单，当红顶流却放弃唾手可得的短钱、热钱、快钱，毅然投身至暗时刻的电影业。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也是少年心事当拿云。2023年的3部电影《无名》以票房9.31亿成为文艺天花板，《长空之王》以票房8.5亿独占空军类型片鳌头，《热烈》以再映票房9亿勇夺体育电影桂冠。而他成为最年轻的电影频道最受传媒关注男主角，甚至有了电影节影帝提名的资格。这一路是演员王一博的逐梦之旅，从偶像派向实力派转型的同时，他也失去了学院派身份，成为演艺路上非科班出身、无所隐蔽的田园派。这一路也是区别斯莱特林与格兰芬多的试炼场。试炼第一关就是直面双标这只摄魂怪。双重标准是指人们会根据喜好、立场、利益等，对同一性质事物做出截然相反评判，就好像基督徒对异教徒的恶被视为正义。价值多元时代，不少价值观引发的纷争人质自荐很难评说，但娱乐圈在对待王一博双标这件事上矢志不渝。泥巴种是魔法世界对麻瓜出身巫师的贬称。魔法世界里，血统纯正的巫师对麻瓜出身巫师有歧视与偏见，常以泥巴种贬称进行人身攻击与 PUA 贬斥，而且麻瓜出身的巫师往往还会遭受职业冷落与排挤，甚至成为社会渣子的代名词。娱乐圈学院派有师承的自然算血统纯正，而半路出家的田园派自然就血统不纯。但田园派演员并非没有过春天，江湖旧事里天赋明星很多，林青霞、梁朝伟、张曼玉、张国荣、张柏芝、周迅、汤唯、孙俪都是非科班的天赋型选手。老天爷赏饭吃的人不是没有了，但凭借天生悟性和对表演的热爱，能至真境的田园派越来越稀缺了。随着上一个巨星云集的娱乐时代落幕，圈内属于非科班野蛮生长的天赋势力示威。同样不攻不过的后备新人中，科班出身就优势显赫。何以佐证？切个观察点：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。
金鸡报晓，星辰闪耀。计划本意旨在选拔培养国内德才兼备的电影新生代，由他们肩负中国电影的未来。作为近几年金鸡奖活动重要一环，星辰大海计划引人瞩目，竞争暗流汹涌。2019年至今连续4届，共计152位成员的星辰大海演员青年计划，涵盖了目前国内影视圈活跃的青年演员，其中既有成名演员、流量明星，也有新人。从立项本意看，计划的确犹如当红风向标，代表着入选者进入官方视野，前途光明。为后浪成长专设的电影节活动，由前辈艺术家和业界大拿推荐候选人，入选即意味业界首肯。入选者既是电影节青春担当，同时也以自身风貌为演员群体树榜样。但4届成员名单掺水量越来越多，演员与作品都从耳熟能详沦为闻所未闻。当优选变成直白的阴币，除了谁进名单，我们可能更关心谁推荐谁。因为每位入选者背后都有推荐人背书，这就是他们晒出的电影界朋友圈。数据就是最好说明。倘若我们再截取碎片，就会发现星辰大海的确展现了几代电影工作者之间的赚帮带，这其中包括并不限于老师推荐学生、市交故旧推荐星二代市值、老板推荐旗下签约艺人、导演推荐自己旧作或及新作主演。让我们再来看看4届入围的演员与推荐者名单，其中蝉联3季的是谁？刘浩存、陈都灵、王锵，而蝉联2季的有周冬雨、蒋依依、林允、张艺尚、蓝盈莹、邢菲、谢可寅、沈月、徐娇、王俊凯、易烊千玺、陈飞宇、陈学冬、刘昊然。回顾近年娱乐圈劣迹，翻车塌房艺人数不胜数。大众渴望看到作为新兴力量的青年演员，以积极面貌展现年轻一辈演艺人的正能量。如果血统论能有效印证艺人的德艺双馨，倒也不失为一种选拔依据。下图各位入选者的门庭出身清晰可见，肉眼可见，从2019年第1届32位到后续3届各40位，入选计划成员含金量指标里流量比重逐年增加，演员实力锐减。而这4季152位业界骄子中，以报涉税、涉德、涉罪等相关塌房问题被行业监管实锤封杀或存疑的已经何止1、2。当下，就连被坊间称为水奖的金鹰奖也开始转变风向去流量化，星辰大海却大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姿态，也不知道是几个意思。从首届全演员阵容演变为近半偶像爱豆，是进步还是退步？星辰大海究竟是资源咖聚会还是中国影坛希望？当然，这份152位的业界骄子名单并未包括王一博，这个常年住在热搜上，号称娱乐圈流量密码的男人。电影登堂入室8个月就能带3部作品去电影节，甚至 battle 影帝的小子，是因为流量不够、实力不够，还是出身不够？这就不得而知。然而，即便没有星辰大海的光晕，他依然胜任内娱定海神针的使命。常年无缝进组的满勤演员，身体不适偶尔请假2天贵圈，就各种怪力乱神，精彩。没错，门派、师承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情社会行走江湖的门票。在需要上价值说场面话的体制环境里，他确实可能因为在国外练习受训，既不是哪门哪派门墙桃李，也不遵从某组织型资源勾兑，而拿不出圈子公认的师承有字的光鲜履历。然而，一旦离开封疆划界的环境，当需要强调艺人独立价值与艺能实力，针对他的话术就会突然从无门无派、不配关爱，变成月华之手撑天、资本扶持上位的太子。从没有被团结价值的土狗，到不团结群众的恶童，就是 so easy。
只需要一个双标，演员的努力就成了轻飘飘的资本力量。有这力量，为啥一个生动江湖的娱圈顶流，咋连星辰大海演员青年计划都没混上？当初的8天8夜，咋就没有小镇做题家事发那年娱乐圈文武百官救太子的阵仗孽？不能够啊！这种指控甚至无稽到何种程度？芒果台曾经的当家主持李湘，近期在某档综艺爆料，抖楼有人在快乐大本营耍大牌的往事。节目套路出大牌关键词3个字：女明星，过去很红，现在当红。就这则新闻下，还有人睁眼胡咧咧，盲猜王一博。性别咱先忽略，掐指一算，李湘2004年离开快乐大本营，以他爆料情况推理，事发时1997年生人的王一博满3岁不到6岁，合理怀疑带化妆间不出来这种耍大牌行径，很可能是因为不肯吃饭，节目组正追着喂饭，吃一口5毛钱。这啥？这就是一个无脑黑的自我修养。离谱的不是猜忌本身或胡咧咧，而是这猜忌与抹黑是如此丝滑到无需丝毫依据，主打一个我觉得。或许有人说这次是嘴滑，可嘴滑的内因是什么？是长期以来因流量原罪论被置于风口浪尖的他被人刻意针对抹黑，以及作为头部演员替娱乐圈承受明星刻板印象带来的流量反噬，被天下苦饭圈者无差别 diss， 固化了他的黑红形象。心理学家戈登·奥尔波特在《偏见的本质》中，将由偏见引发的负面行为按危害程度由轻到重分为5类：仇恨言论、回避、歧视、身体攻击和种族清洗。娱乐圈但凡有负面新闻风吹草动，被营销号拉出来挡枪的都是王一博，原因莫过于此。与李湘爆料事件乌龙相似，还有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彩排乌龙。当时安排表显示王一博名下彩排时间略长，指控声此起彼伏。王一博没有辩解。当晚，正在舆情漩涡的某明星空降现场，完美拼上了拼图。是巧合，是善意，无人在意。空降可以零宣发，但不可能不走台。无论主办方为防居苦心安排，还是演员协助打配合，都是顾全大局。即使因此背上猜忌与恶名，他也没有分辨，就像珠海摩托赛被摔车，再委屈愤怒也只是说，我的粉丝不要帮我骂，有些事情我自己说。王一博路人缘不差，无数人通过国民综艺《天天向上》看着他长大，从爱屋及乌到视如亲出，像天妈一样叫他幺儿。直球性格让他不讲场面话不兜圈子，看过王一博采访的就知道，油腻的娱乐圈还真的就差他这口清爽的小葱拌豆腐。王一博圈内口碑好，3部电影上映均遇黑水，但亦有无数人站出来发声，从品牌包场到创始人抒情，从第三方见证到跟组人员感恩，从导演护犊子到同组演员认证，与影评冰火两重天一样。好评言之凿凿，以理服人；黑评信口开河，情绪发泄。口碑好到什么程度？导演护犊可以理解为共同营业，但营业结束，导演不会继续敷衍演员。而无名刚开华诚儿就自曝人欧于没开2度《长空之王》，上映中刘晓世就表示考虑《长空之王2》。热烈正热，大鹏就草蛇灰线国家队硕硕。与王一博因缘际会的导演、制作人、前辈汪涵、大张伟、尔冬升、刘伟强、陈明章、傅东玉、陆伟、韩寒、程耳、于东、刘晓世、大鹏、陈芷溪、关锦鹏，大多从萍水相逢到缘根深种。无门庭一棒的他，凭啥？凭孺子可教，凭心进火传。而不追星的真路人偶遇他，除了能在荧幕上、红毯现场和机场
甚至还可以在2021河南水灾现场救灾第一线。不少曾经接受王一博救助的灾民，以包场形式致谢，从无名延续到热烈。他们或许永远不懂饭圈，也不追星，但他们有心。鲜花掌声不 care， 媚粉邀宠不干，受伤害直对，做好事不留名。真正接触过就很难不喜欢这样真诚坦荡的耿直 boy。可仍有人坚持不懈尬黑，无差别 diss。是他为连名字都不能提及的魔头。谁在阻碍更多人了解王一博？他们在害怕什么？偏见者仿佛热衷于指认王一博为黑巫师，作为黑魔法支持者和信徒，精通黑魔法且出身高贵。你丑，跟内娱恶童月华太子，这不就对上了？